男人因为遭遇重大车祸，竟然从46岁的大叔变成17岁少年，就连被拐卖多年的姐姐和妹妹也出现在眼前。这一刻应该是他高兴的时候，而此时他却手拿镰刀，杀气腾腾的一路狂奔。原来就在2个小时前，男人因一场车祸重生了，而恰巧就在这一天，男人的父亲被人逼迫羞辱，无奈当场成了短见，而他正是要去制止这场悲剧的重演。此刻，几个小混混正逼迫男人的父亲周民国受胯下之辱，而围观的村民们却个个低着头，没人说话。眼看着周民国忍着屈辱，一步步朝他们爬了过去。就在几个混子准备解裤子拉链的时候，其中一个被身后赶来的一脚踹飞了2米，在场的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周民国也不可思议地望着眼前这个儿子，男人正是周民国的儿子周进，被踹飞的家伙叫陈天意，是10里8乡有名的混子。周进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名字。此时他望着陈天意，想到前世若不是因为他，父亲不会寻短见，姐姐不会被拐卖，致使不到30岁便命丧他乡，小妹也被混子折磨进精神病医院，无以复加的仇恨一下爆发了出来。此时的陈天意已经从地上艰难地爬了起来，指着男人，冲着另外几个大喊：打！给我往10里打这个小畜生！老子今天要让刀华村见红！而周进随手抄起一块砖冲向了陈天意，陈天意应声倒地。紧接着，周进挥舞着镰刀指着另外几个：谁来我砍谁，不给活命那就一起嘎！几个混子全吓傻了，怎么都没有想到周家这个软弱儿子竟然敢跟人拼命了，打架就怕遇到不要命的。几个人赶紧跑过来，架起地上昏迷的陈天意，一边放狠话一边咬牙切齿地离开了。滚！此时周芳和周小山也一路跑了过来，有些发呆地望着这场面。他们哪里知道，就在刚刚重生回来的周静改变了他们姐妹俩悲惨的命运。但事情还没完，还没等他们讲话，边上一个村民开口了：民国大家地里1年收成就这么多，都有老小要养，我们找你要你欠的钱怎么了？难不成还想让你儿子把你的债主全杀了？对，都已经6、7年了，你咋这么不要脸了？年年找你要，你年年不给，还钱，不然你们一家滚出稻花村！眼看村民同样也要逼死他们这一家，周民国脸色很难看，心态已经开始逐步崩溃。而这笔无头债，周静是知道的。父亲是退役军人，82年的时候，有个在中海的战友联系他，让他带点人到中海去做工地。父亲带了村里20多个劳动力过去。刚开始1年，大家日子过得很舒服，因为比种田强太多了。到了84年，华夏第一支股票飞跃音响上市，父亲战友痴迷了，把所有的工程款用来去买了股票。结果结算工钱的时候没钱，只能用这些50元一股面值的股票给大家结算。这个当时大家没有异议，并都签了字的。可回来后，这些人就不乐意了，又把这些股票全退给了父亲，并强迫父亲写了欠条。债就是这么欠下来的。也正是这样莫名其妙的背负了巨债，母亲抛下了这个家，剩下父子女3人靠着几亩田相依为命，在村里整整6、7年抬不起头，走到哪里都被骂老赖。眼看父亲的情绪开始激动，周静赶紧一把搂住了他的肩膀，望着周围围观的村民大声说道：负债子偿，1个星期之内我会把你们的钱连本带息的全还了。你拿什么还？大言不惭！你老爹几年没干成的事，你1个星期就能完成？我爸的钱当年是怎么欠下的，你们自己心里有数。1个星期时间都不给，一定要逼我家上房梁的话，成，我家里2把柴刀，我们父子俩1人1把，等着你们上门。走，回家。背后的骂声虽然更厉害了，但都对周静手里的镰刀发出，没人敢挡他们的路。晚饭后，父亲交代了下，就连夜去县城找小姑借钱了。周静并不对借钱抱希望，把父亲送出门后便开始盘算债务。1个星期的时间，一共需要还将近9000块钱的外债。在这平均月工资100来块钱的时代里，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深夜，周静躺在床上冥思苦想，忽然想到了什么。姐，爸当年结算的那些股票还在吗？是骗爸爸的那些纸吗？对，就是那些纸，还能找到吗？周静刚刚想起来，84年50块钱一股的飞跃音响股票，过去了这么多年，还可能是50块钱吗？80几年别说是农村，很多银行里的人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当年村里这些人回来后，拿着股票跑到银行一问，发现银行不认，所以他们把周民国当成了冤大头，退回了股票，逼迫周民国写了借据。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他们眼中的废纸，其实已经翻了好几倍的价值。小静，是这个吗？周静看了下后，心里悬着的一口气松了下来，生怕被父亲给丢了。再清点了下数目，有135张，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姐，家里还有钱吗？你要钱干嘛？我去中海把这些股票变成钱回来还钱。这不是骗人的吗？不但钱能还了，我们还可以摆脱跪着生存的命运。姐，你相信我一次，这是我们家唯一的机会。周芳望着一脸坚决的弟弟半天后，才在自己衣服箱子最底下拿出来了一个布包。这是我平常捉泥鳅、钓龙虾攒的50块钱。爸不知道，本来我是想晚到后去南方打工当路费用。小静，你不要被人给骗了。他知道姐姐这50块钱都是几毛钱几毛钱的存到了现在，攒了最少有3、4年，他能感觉到这些毛票的沉重。放心吧，咱家会越来越好。经过1天1夜的奔波，周静便来到了中海股票交易所门口，人山人海。1小时后，终于轮到他
当他拿出盒子里的135张股票，说要挂牌出售后，柜台妹子愣了。飞跃音响的股票一天一个价，你要全卖了吗？对，全部挂牌卖了。这人莫不是傻子吧？周静明白，此时的股票已经严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只要他再压一压手上的这些股票，价格还会暴涨。如此大出的人也很少见，难怪妹子惊讶。但他必须要换钱去解决家庭债务危机。经过1个小时的操作，终于办妥。等他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只剩一顿午饭钱了，咬了咬牙，忍着没吃。现在就等成交取钱了。下午，周静来到前台问了下情况。飞跃音响今日成交均价320每股。这一刻，周静的眉头松展。按照规则，钱第2天才能够取出来。他买了一个馒头填肚子，然后在天桥下冻了一个晚上。次日上午10点，他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口袋里塞了1万块现金，而他的存折里还有4万多存款。就在周静狼吞虎咽的饱吃了一顿，准备起身结账时，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小兄弟，可以聊聊吗？有事吗？我叫蔡伟强，广省人，来中海玩票的。小兄弟哪里的？周静，江南省人。你手里可还有股票？周静马上意识到这人搭讪的目的。中海股票交易所已经成立1年的时间，但因为需求量太过于火爆，导致了黑市交易屡禁不止，甚至有抢劫的事情发生。这人一看就是搞黑市股票交易的。没了，就剩下点救命钱。蔡伟强当然不信，本能的认为周静是警惕防他，便笑了笑，拿出了一张名片放下。这是我电话，小兄弟若是还有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市场最高价收。还有，下次吃饭别来这个饭店了。为何？第一次来冲海吧。昨天你在柜台拿出了100多张股票后，马上就有人在盯着你，没发现周围的人都在讨论什么吗？周静本能朝周围扫了一眼，果然发现这个店客人是有些奇怪，看来他一进餐厅就被人盯上了。这是黑市交易点。蔡伟强笑着起身，并没正面回答他的问题。祝你好运。周静知道这地方不能留了，马上起身买单走人。而随后，周静却从一个巷子里出来，后面紧跟着几个鼻青脸肿的人从里边走出来。原来蔡伟强提醒的没错，从餐厅里面出来后，他背后一直有几个人跟着。路过一个五金店时，周静买了一根钢管带在了身上。一到车站，他就把这3个人引到了巷子里，直接动手，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几人分。随后，周静便坐上了回家的大巴车。经过一路颠簸，终于快到家了。好在这一路没有找事的人。他买了妹妹喜欢吃的苹果，姐姐喜欢吃的橘子，还买了一大串猪肉提着。自周静走后，周芳在家也是度日如年，后悔不该让周静一个人出远门，还被父亲狠狠数落了一顿。几天的时间里，周芳每天都会带着妹妹在村口等她。今天终于等到了，看到周静的身影，周小山先跑了过去，看到好吃的腿都拔不动了。周芳先是一阵激动，接着疑惑地看着周静。小静，那些纸真的换了钱了？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姐，先回家，回去再说。很快，周家屋里今年第一次飘出肉香味，而这肉香味也一下引起了村里人的注意。父亲又不知道去哪里借钱了，等了很久也没有回来，田里也不见人影，姐弟妹3人只能留出了饭菜先吃。正吃着，外面传来了一个很粗鲁的妇女声音，正是隔壁李凤仙的声音。周民国，我就知道你家里有钱，你儿子买了那么大一串肉回家，你当村里人都是瞎子看不到是吗？滚出来还钱，你个臭不要脸的！周小山听到这声音后，下意识地躲在了周芳的身后。刘凤仙是他们的邻居，一个非常恶毒的女人，没少对周小山动手，掐肉、扇耳光，甚至还偷偷地用针扎过。所以周静特别恨这女人。她一声不响地走到了里边，从包里拿了100块钱出来，这是他家欠刘凤仙的钱。刘凤仙边骂边来到了门口。周民国呢？爸还没有回来。没回来？那你们哪来的钱买肉？周静直接把一张100元大钞丢在了他身上。欠你的钱还了，别在我家咋咋呼呼。13岁那年你打我兄妹俩的事，我从未忘记过，别怪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刘凤仙愣了下，然后捡起了地上的100元大钞，看了又看。是真钱啊？你家哪里来的钱？我需要向你解释吗？嘿，你个小犊子，长大了了不起了是吗？刘凤仙一边说着一边冲了过来。周芳刚准备起身说好话，只见周静根本没有半句废话，起身就是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刘凤仙的肥脸上，结果差点倒在地上。这些年，刘凤仙压在他们家头上，早就习惯了霸道不尊重人，被周静这么对，自然气不打一处来，又被周静打了一巴掌，这一下他彻底炸了。老娘打不死你个小畜生，没法没天没人治了是吗？你我比你更恶。周静从边上抄起了一根木棍，直接砰的一声扑打了过去，打在了刘凤仙的脚跟前。虽未打中，但望着双目通红的周静，刘凤仙怂了。刚刚这一棍子要是被这小犊子打中了，老娘不得倒地不起。随后身体哆嗦着退后到了门口，指着周静，长大了学会都狠了是吗？行，待会周民国回来，我让他来收拾你个畜生。说完扭头就跑，生怕周静会跑出来追着打他。周静丢了棍子，望着有些发愣的两姐妹，这种人心狠就应该比他更狠，他才会怂。吃饭吧。周芳脑子还是有些发懵，总感觉自己弟弟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更不像这个世界的人。而此时的刘凤先躲在家里，越想越想不通。
你家有钱了是吗？老娘看你家里到底多有钱，还债，我看你能不能还得起村里的债。一家低等人就看你家不爽。于是这恶毒的女人开始在村里奔走相告，逢人就说周民国有钱还了，赶紧去要钱，就为了要全村人上门逼死他们一家，找回刚刚这口恶气。饭后，周静拿出了一个纸包放到院子里的桌子上，随后直接坐下来。小静，你这是干嘛？一家家还债。周静打开了报纸，周芳眼睛也有些发直。这些钱你哪里来的？周静只能一点一点的和姐姐解释。周芳花了很久才理解什么叫股票，稍稍放下心来。随后，三姐弟便等着村里欠债的人上门。男人二话不说给了女人100元钱，女人竟对男人破口大骂，甚至鼓动其他人一起骂，就连小伙的父亲也被骂得抬不起头来。此刻，周民国刚进村就被几个村民包围，带头的就是泼妇刘凤仙。周民国，你们一家还特么要不要脸？有钱吃肉不还钱，你昨天还舔着脸挨家挨户求我们多给点时间，结果今天呢？你儿子背着一串猪肉回家，我去你家看下情况，就差点让你家那个小畜生给打了。今天你必须要把我钱给还了。就是民国啊，你说我该怎么说你为好？村里人对你一家真已经仁至义尽了。周民国一直担心出门在外的儿子，听到他们这样说也顾不得生气，只能忍气吞声的往家走。很快，一大群人带着不还钱誓不罢休的气势，跟着周民国来到了他家。而此时，他们却望着周静面前放着的一沓纸币，有些傻眼。周静也不废话，欠你们的，今天一分不少的给你们。我没记错的话，我爸当年给你们打了欠条的，把你们的欠条拿过来兑现。周民国这时候反应了过来，看了看边上的周芳，小静，这些钱哪里来的？爸，你那些股……爸，待会我和你解释。周静赶紧打断，面前的这些村民们贪得无厌，要让他们知道钱是那些股票换回来的，这些人又会无赖一般的要股票钱。此时的周芳意识到自己说快嘴了，赶紧捂住了嘴巴。周民国很有深意的看了看周静，也没有说话。而刘凤仙这么多年一直压在这家人头上拉屎拉尿习惯了，周家忽然一下拿出这么多现金，看似要翻身，心里很不舒服。周民国，你儿子消失了几天时间，这是出去抢劫了？你这钱来路不解释解释吗？钱要是不干净，我们也不敢要啊。周静一手掌拍在桌子上，解释？我需要向你解释什么？这笔糊涂债也不能这么轻易还了。第一，欠条；第二，给我爸我全家道歉。听到此话，围着的村里人一下子炸开，他们觉得一个常年被别人踩脚底下的家庭，居然跳出来让我们道歉，恶毒的骂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如此，但他们又比谁都现实，在周静坚毅不屈的目光下，最终只能低头道歉，然后把钱领走。最后，刘凤仙也得意洋洋的走了。显然，他的目的达到了。晚上，周静躺在床上思索着，债的事情是解决了，但这个家的命运还未曾摆脱，他还需要干点什么事情，让这一家搬出这个人情冷漠的村子。次日一早，周静便来到了一户人家，面前的人是刘文庆，他村里的发小，也是少有愿意和他家走近的人家之一。前世这家伙不甘于平庸，被忽悠做了传销，后来虽然被抓，但他的身份是某某传销集团的老总，并且在进去之前给周静寄了20万。刘文庆说钱是干净的，让他去寻找周芳和周小善。周静一直感恩于他，重生一世，周静必要带着昔日兄弟换一个活法。此时的刘文庆正拿着竹板打着地上的豆子，看周静过来，赶紧回屋拿了10块钱毛钱往他手上塞。这段时间运气不错，下的地龙美容爆满，这是最近1个月卖黄鳝的钱，你拿去还债。还是那个熟悉的兄弟，虽然平日里喜欢偷看寡妇洗澡，很混账，但对周静真的没话可说。周静推了回去，直接问道：村里以前办的那个酒厂还在吗？你没发烧吧？什么叫还在吗？不一直都在吗？几个老头半死不活的撑着。接着又把10块钱塞进了周静口袋。自家兄弟跟老子客气个球，拿去还钱。不是我说你，就你那下地龙的技术，还不如周芳姐，还你爸的债几10年都没戏。潜心研究下地龙的技术，才是发家致富之本啊！别干了，咱们一起聊点事情。啥事？怎么感觉这家伙今天好像哪里不一样？说不出来的感觉。周静把他拉到了边上后，快速的说了下他的计划。刚说完，刘文庆就不淡定了。静哥，收了那厂子，先不说能不能赚钱，就这体制就不允许吧？这不是资本主义吗？虽然此时的改革风潮已经刮遍了大江南北，但小山村里做事还是有些保守。这不用你管，我自己去跑下村里解决，你只需要回答我，要不要跟我一起？刘文庆还是有些不放心。成，就算体制允许你这么做，那钱呢？你哪里来的钱去收购酒厂？钱的事你也不需要担心，只问你一句，要不要和我一起做？过完春节后，我们再一起去绅士。这是周静后面的计划，收购酒厂是为了给周民国一个老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不用面朝黄土的去地里刨。刘文庆越发觉得心不安，拉着周静问东问西，问了很多，最后被周静一个过亿身价的梦想，把后世干传销的基因血脉觉醒了，开始沸腾。干，静哥，啥时候开始？能不能别这么冲动？晚上你和我一起去下酒厂张爱民那边，家里还有甜蛙吗？还有个2、3斤，昨晚上出去抓的。行，你做好带着一起，
老张下酒好这口菜。周静对酒厂里的酒印象特别深，有股子独特的清香味，像是田野里的稻香，包装一下绝对能做起来，这就是他的计划。到了晚上，两人相约一起去酒厂。路上，刘文庆确认了周静还清债务的消息，满脸的惊讶，一路走一路问，很快便来到了酒厂门口。此时50多岁的老张在厂里犯愁，见周静和刘文庆两个小年轻带着下酒菜来，也不好说什么，便一起进屋坐下来。一杯酒下肚后，他们聊开了。老张是酒厂的厂长，又有祖传的酿酒手艺，因为缺乏包装和广告影响，他的这一口好酒被市场上五花八门带着各种所谓养生治病功能的酒给冲淡了。厂子已经连续亏损3年的时间了，到了倒闭的边缘，而且他已经得到风声，企业要改制，几十多号人要面临下岗，他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原本以为这两娃是闲得找人过来吹水的，没想到周民国的儿子讲了个令他半天没发生的提议。你要承包稻香酒厂，虽说企业改制是大势所趋，一些地方已经在尝试承包制了，但你哪里来的钱承包？周静没有废话，从口袋里拿出来了几沓纸币。3万块钱够不够？静哥，你真去中海打劫了？别插话，让张叔说。这是你爸民国知道吗？这是我的事，和我爸没有什么关系。张叔，你家祖传的方子不应该被市面上的一些假装洋酒给打败，也不应该这么被埋没。不说还好，一说张爱民就气炸。别给我提那些酒精兑出来的玩意儿，那叫酒吗？迟早要喝死几个人。张爱民叽里呱啦的骂了一大堆后，忽然愣住了。他在周静的眼中看到了老练成熟，而不像是一个17、18岁的青年。此时的真金白银又摆在面前，看来周家儿子不是来吹水的。你讲讲看，如果这厂子真让你承包了，你打算怎么做？3个月之内，我让酒厂里的酒成为本县最畅销的酒。至于怎么做，还是先确定我们能不能合作吧。年轻人血气方刚，想事情太简单，这正常。小晋，你一家生活也困难，我虽然不知道你这钱是怎么来的，但还是别丢酒厂这坑里来了，拿去改善下你爸的生活，盖个房子。你爸独自一人当爹当妈的拉扯你们不容易。张叔，你觉得我是在说玩笑话？这是关乎到工厂数十人生计的问题，你真愿意看到大伙都这个岁数了，还下岗生计没着落吗？这话戳中了张爱民的心事，心如刀割。那你先跟我讲你怎么做，我这是对你爸周民国负责。周静知道今天不讲，张爱民肯定不会松口。就这样，他讲了一个小瓶装的分销方法，非常独特，总价拉低，用小口怡情的概念去打市场。至于怎么包装，怎么推广，周静并没有讲明，不是他不信任，而是前世活了40多年的他明白一个道理，一上来就撂底牌的行为太愚蠢，对方拿了你底牌，直接就一脚踹开你自己干了。张爱民刚开始确实觉得周静有年轻人的通病，喜欢吹水，说一套做一套，但听着听着，他开始重新审视周民国的这个儿子，思路清晰，法子可行，小瓶酒打天下，不失为一条好路子。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周静肯定还有很多保留，他忽然一下觉得自己真老了，已经被这个市场给淘汰了。要不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承包酒厂的事情还需要国资委点头才行，我一个厂长做不了决定。周静心里松了一口气，事情算成了一大半。男人酿酒技术一流，却年年亏损，欠债多年的小伙竟成了幕后老板。老张的酿酒技术自然没得说，只是经营不慎，酒厂年年亏损，政府早就有改制的想法。周静对拿下酒厂的承包权非常自信，不过张叔，还有个事情，我希望你也能够配合我。周静说了一个代持股计划，由于代持股这名字太超前，周静解释了半天，他们还是听不懂，最后直接用白手套和傀儡2字解释，二人这才恍然大悟，有老张继续出面再好不过。最终张爱民发话，明天我去找国资委的人，也不确定你这样做合不合规，具体还要等明天的消息。次日清晨，人们已经在田里干活了，周静一家4口也在距离其他人较远处的田里弯腰劳作。周静一边干着农活，一边思考着酒厂推广方案，思来想去，说到底还是钱不够，必须要用最少的钱做最有效的事情。忽然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前世江小白的营销方案。江小白的营销别出心裁，不是传统的宣传酒的悠久历史，而是扎心的鸡汤文。当时一上线，就迅速的在酒类战场中杀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血路。是酒好喝吗？喝过的人知道，味道撑死了中等，但它为什么卖得好？不就是抓住了年轻人的情怀吗？周静确定了思路，但推广渠道怎么搭建？正头疼的时候，边上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声音：芳芳，待会我们一起去钓龙虾吗？昨天我找到了个地方，龙虾特别多。来人叫王小丽，也是他们村里人，只不过王小丽5、6岁的时候就和爸妈一起搬去了县城里，现在一家3口都是打火机厂的职工，王小丽还是打火机厂的厂花，目前还有个爷爷在村里，每次回来看爷爷都会来找周芳一起去钓龙虾，只是2人钓龙虾的目的不同。周芳钓龙虾是为了补贴家用，而王小丽纯粹是玩，每次钓完后自己留点拿回家去吃，其余的全部都给周芳，2人的关系特别好。周芳很珍惜这份友谊，毕竟就他们家在村里这个状况，能有一个不嫌弃他们家的朋友很难得。丽丽，你今天不用上班吗？王小丽有些丧气，坐在田埂边上抱怨起来。周静一字不差地听在耳朵里，大概知道了王小丽的处境。
91年是民企腾飞的关键时期，以前的民企都是偷偷的干，生怕被打上一个资本主义的帽子。但现在谁也挡不住这股时代潮流，民营企业的胆子开始大了。一个原理县就冒出来了4、5个打火机加工作坊，这些作坊生产成本低，所以扩张的速度非常快。而县打火机厂则开始走向没落，订单少了，工人就开始放假。王小丽就在被放假的人当中，而且已经有了传闻，县打火机厂估计也会被改成包制，很多人都会下岗。听到这里，周静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点子。如果我把酒厂的广告做到打火机的贴纸上呢？正准备询问王小丽打火机厂状况的时候，边上走过来一个青年，是邻居刘凤仙的侄子刘军，他也是王小丽众多追求者之一。王小丽特烦他，一看他过来就准备起身离开，刘军赶紧喊住了他。丽丽，别走，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没兴趣听，谢谢。刘军虽然尴尬，但不依不饶的。别，我是想说，我爸已经在张厂长那边把关系走顺了，过段时间我就可以去上班，和你一样也是工厂正式职工了。几个兄弟想要庆祝下，晚上你也过来好吗？就在村小卖部里打桌球，我请客。刘军继续纠缠王小丽，王小丽烦不胜烦。周芳有些自卑，很想替王小丽去挡开这人的死缠烂打，但又怕为自己家里招来指责。周静看出了姐姐的心思，前世姐姐被人卖了后，王小丽是唯一一个每年都会打电话给她询问姐姐下落的人。只是这个女孩的命运不太好，竟是遇到些渣男，离了3次婚。后来知道了姐姐的死讯后，再也没有了消息。周静站直了身体，丽姐看不上你，你这样纠缠不休有什么意义？声音很突兀，大家有些意外。刘军强行忍住了心头之火。丽丽，我知道你嫌弃我没啥出息，可我马上也是工厂职工了，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很努力的。王小丽正准备说啥，周静又丢了句话过来。一个大男人就不能给自己留点脸？你给老子闭嘴！刘军求爱不成，憋得一肚子火，彻底控制不住。我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别给老子逼逼歪歪的，别以为你们家把钱还了，就认为自己可以站直腰杆了。一家子垃圾，有你特么什么事？刘军，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我们之间的事你扯芳芳家干嘛？本来就是。丽丽，你告诉我，是不是那个贱人在你面前说过什么？周静手里拿着镰刀走了过来，抬手就是一巴掌。我周静你敢？周静连抽了几个巴掌，如果不是周芳怕弟弟闹出大事拉着，只怕周静还会揍人。刘军一阵莫名的恼火，村里谁都可以打老子，周家人就不行，因为他们不配。孙子，小时候我能揍你，现在一样，你打了老子一个措手不及。不要以为自己占便宜了，给老子等着！还有你，丽丽，我奉劝你最好少和这一家子有来往，这一家子的人品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差劲。我和谁来往和你有屁关系啊？我告诉你刘军，今天我把话给说明白了，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找芳芳吗？那是因为我喜欢周静，你就给我死了这条心吧。此话一出，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也包括周小山。周静反而很淡定，喜欢是假，让刘军不要再纠缠是真。果然，这话让刘军肺都气炸了。好，你给我等着！周明国走了过来，发生什么事情了？爸爸，丽丽姐刚刚说她喜欢哥哥。叔，不是那么回事，刚我和刘军发生了点冲突，所以有误会。周静，对不起呀，刚刚我是……没事，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相反，我还要谢谢你，我姐姐有你这个朋友是她的幸运。什么？没什么，做事了。周明国很有深意的看了下自己儿子，也没有讲话，继续干活。王小丽看周静这样，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她的实际年龄只比周静大了2、3个月，因为总和她姐姐玩的原因，所以一直把周静当成了小弟弟看待。芳芳，周静怎么给人感觉怪怪的？他以前不这样啊。我也不知道我弟弟怎么了，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永远都是我弟弟。丽丽，你不会真的喜欢我弟弟吧？瞎说，我这不解释了吗？我是为了让刘军不再纠缠我。算了，不跟你说了，我先去钓龙虾了呀，晚点你有时间来找我。好。晚上7点，周静收到张爱民的口信，国资委分管领导已经到了他们工厂，让周静过去见面。周静招呼了刘文庆，去小卖部买了条黄芙蓉，提了些田里的野货去了工厂。这个小领导叫孔祥东，刚开始看到周静的时候颇为失望，怎么都不信周静有能力承包酒厂。不过在周静拿出烟和红包后，孔祥东的脸就换了个样子了。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当下企业改制是大趋势，也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我们应该多给年轻人机会。老张，明天你就上我那把章给盖了。那谢谢领导关照。不客气不客气，咱们都好说话。小伙子，酒厂生意不好做，你得多耐着点性子，祝你们生意兴隆。孔祥东虽然狡猾，但不是贪得无厌的人。稻香酒厂是市里的负资产，他们也发动过企业过来接收，但人家都看不上。既然没有什么油水可拿，一条烟足够了，一场酒喝得很晚。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厂长张爱民在相关部门把手续给办了，签了个年承包费2万的合同，用张爱民的名字签的。周静又和张爱民签了个代持股协议，彻底的化身为了酒厂的幕后老板。酒厂连年亏损，老板不但要扩招工人，还大量收购稻谷，就连生产速度都要加快。周静的这一系列操作，令经营酒厂多年的张爱民很是不解。一般别人承包了改制企业后，
第一件事就是裁员节流，重新开始，而周静却恰恰相反。但周静是老板，他只能照做。就这样，一车车谷子拉进了工厂。3、4天的时间，招了40多个人进厂，厂子是热闹了，可张爱民的心却始终悬着。小周这是在刀刃上行走啊！这么长时间了，还一点动静都没有。转眼又是1个月过去了，周静在现玻璃厂定做的酒瓶子做好了，一共1万个，每个100毫升，扁平状，握在手里尺寸合适，很舒适。此时的周静正在一家快餐店里吃饭，却听到了苏联老大哥即将解体的特大新闻。他手里拿着筷子，忽然想起了前世飞机换罐头的牛人，不就是在苏联解体后迅速地抓住了这一波机遇吗？他可是空手套白狼的祖师爷啊！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干？既然重生回来了，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财富的机会。但眼下必须先把酒厂运作好。随后，周静又去包装厂付了他定制的一些包装材料费，身上的几万块钱就剩下不到2000块，工厂的流动资金也到了崩溃边缘。如果这一波打不响，那么工厂在下月发工资的时候肯定要出大事。很快到了晚上，周静约了王小丽，咱快走吧，我骑车带你。我可是求了我们厂长好久，他才愿意见你，就10分钟的时间，靠你自己把握了。打火机厂是周静酒厂推广计划当中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成败在此一举。也就是前几天周静拜托了王小丽这件事。王小丽虽是一名普通的职工，但人美心善，人缘好。早在几天前，王小丽跑到厂长办公室，说她朋友的弟弟想在打火机上投放广告，还要免费。厂长魏大昌觉得这是在扯淡，我打火机上印刘德华不香吗？印张曼玉不好吗？印你一个酒厂广告，我脑子有坑。但架不住这丫头整天往他办公室跑，软磨硬泡，吵得他头昏脑胀，只好答应了他。就给你10分钟的时间，让你朋友来。魏大昌其实是在敷衍了事，也难怪工厂被加工作坊冲击很大，也在等人承包，他自己都要下岗，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天天到处跑关系，哪有心思去见你一个年轻人？所以当周静坐在他面前的时候，魏大昌不但有些心不在焉，甚至正眼都没有看一眼。周静却不动声色，没有任何的浮躁。看来这免费的午餐是吃不了了，只能拿出第2套方案。魏厂长，如果我有个法子可以帮你们工厂争取时间，在新承包人面前让他们看到希望，你会和我合作吗？小伙子，你知道我们工厂有多少人要养吗？我知道，所以我才说给你们争取时间。打火机厂被改制肯定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但改制不一定代表是下岗吧？如果你们在被承包之前拿出来了一张很漂亮的销售数据呢？新承包人还会裁员吗？魏大昌明白周静在讲什么，只是觉得周静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来的稳重，不过是装出来的罢了。但碍于是王小丽带进来的人，所以耐着性子问了句：你说说看，你们现在一个打火机的零售价是多少？1毛到5毛不等，要看什么样式的。如果你的打火机在消费者的心里值1块一个，但实际只卖5毛，你觉得销量能打开吗？人不都有贪便宜的心理吗？值1块的东西卖5毛钱，谁不会买？但又怎么做到？周静自信地说出一个捆绑销售的合作方式，在打火机贴纸上印上他们酒厂的广告，然后下面写上一个抵钱券。说白了，就是你拿着这打火机去任何一个店里购买我的小瓶装酒，可以直接给你少5毛钱。周静刚开始不愿意提这方案，是想吃白食，5毛的利润他不想拿出来，但现在不得不这么做了。周静之所以选择用打火机来宣传，看中的正是打火机厂的销量。尽管工厂不如当年，但原理县5%、60%的打火机市场还是被工厂霸占。只不过对于打火机商品而言，一个县城市场着实小了点，但对于刚起步的酒厂而言，一个县城市场足够了。魏大昌眉头开始沉思，原本只给的10分钟时间，结果听周静讲了半小时。期间，王小丽那种不认识周静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说话老成，思维缜密。听着听着，王小丽忽然想到了什么，有些不可置信地望着周静。小静把他们村的酒厂承包了吗？这事芳芳知道吗？许久后，周静该讲的都讲完了，魏大昌的眉头紧锁。小周，你这思路倒是非常不错，虽然改变不了工厂被改制承包的命运，但可以改变工人下岗不下岗的问题，值得尝试一下。你酒厂的酒合不合规？你要知道，广告是印在我们厂打火机上的，万一酒有问题，我们厂可担当不起这责任啊。稻花村稻香酒厂听过吧？听过，怎么没听过？老口子都好那一口，只是最近几年养生酒霸占了市场，可惜了。魏大昌也是个好酒之徒，要知道，这房子可是从宫廷里流传出来的，原理县的老口子谁不知道？说到这里，他忽然愣住了。难道稻香酒厂也被改制承包了？但不是酒的问题，是营销思路与市场脱节，必然走下坡路。上个月我承包了下来，那魏厂长还有什么问题吗？能有啥问题？既然是稻香酒厂出来的酒，我支持。来，咱们再细化讨论下。直到这一刻，心神紧绷了1个月的周静才松了一口气。魏大昌的兴趣很浓，当场就签了合同，一直到了深夜，几个人才一起走出工厂。小丽啊，我可算知道为什么厂里那么多小哥追你，而你一个都不搭理的原因了。
是吗，厂长？别搁我这儿装傻。魏大昌对着王小丽使了个眼色，又看了看边上的周静，意思很明确。王小丽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厂长，不是你想的那样啊，小静是我的小弟弟呢。是吗？行了，时间不早了，不耽误你们年轻人的时间了。今天这事儿算是给我们厂打开了一条曙光的口子。走了。在送王小丽的路上，两人没有说话。魏大昌的话让王小丽有些尴尬，难以启齿。而周静作为过来人，并没当回事，只是脑海里都在想着酒厂下一步的事。很快便到了王小丽家门口。谢谢你，丽姐，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估计我要走很多弯路。没事啊，你是我的小弟弟吗？那你今天要住招待所吗？不了，我走回去，走个几小时就到家了。明天早上玻璃厂和包装厂的物料会到，我还要指导工人灌酒打包。那怎么行呢？万一山路上遇到狼了怎么办？你骑我车回去吧，我过几天反正要去找你姐玩，到时候骑回来就是了。王小丽望着周静离去的背影，真讨厌，我这是怎么了吗？这是我的小弟弟呀。次日清晨，之前定制的玻璃瓶和包装纸就送了过来。周静在办公室里开始规划工厂管理的问题。中午的时候，刘文庆拿了一张酒瓶上的包装纸冲了进来。我去，静哥，你这包装纸上写的东西是请哪个诗人写的？我咋觉得句句都非常有道理呢？还有，这醉鬼李白头像也是请人画的吗？刘文庆情绪非常的亢奋，不光是他，这一整天下来，整个工厂都在议论这些包装纸上写的东西。小李白酒是周静给他们准备上市的42度酒系列的命名，主打年轻人市场，每瓶包装纸上都有个李白的头像，醉醺醺的憨态可掬，不古板，并且表情动作都有差别，而且下边都有一句扎心的鸡汤文，文字通俗易懂。一个前世被朋友圈鸡汤文读了多年的五毒老祖，谁还不会信手捏来几句人生大道理？这些都是周静写了几个夜晚的成果。至于那些醉鬼李白的头像，确实是花了他不少钱请人画的，周静没心思和他讨论这些东西。那边瓶子都弄好了吗？好了，都好了，下午就可以灌装了。静哥，你太牛了，真的，我特么读书一同时的人，看着这些玩意儿都忍不住想收集。只是刚厂里人都在议论，你这一瓶酒100毫升能卖得掉吗？现在不都流行大瓶酒加量不加价的销售模式吗？这不是你要管的事情，你好好去监督那边的工作去吧，我很忙。可是静哥，行了，去忙你的。晚上，张爱民拿了账单过来，有些担忧的放在了周静的跟前。厂里已经没有1分钱的流动资金了，再过3、4天，工厂里就要发工资。今天上头也打电话过来催缴承包金。小晋啊，你还能拿得出钱来吗？不瞒您说，我身上就剩下2000块钱的现金。2000，这怎么搞啊？你这孩子，我就跟你讲了，别冒进，别冒进，厂里销量不大，而你一进厂就各种扩张，现在怎么办？几十号人拿不到工资，还不得嘎了我张爱民啊？不是张爱民太激动，而是这样的日子他过怕了。过去的1年里，为了给工人发工资，他整天都在往上头跑，各种求财政拨款。现在好了，上头不但不给钱了，还要找他们要钱。这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厂里的销售没有丝毫增长，人员开支反而大了1倍。坐下吧，张叔，别动气，不是还有几天的时间吗？几天时间都火烧眉毛了。行了，张叔，我自己心里有数。周静的笃定让张爱民情绪忽然冷静。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计划没有和我讲？还有，你这些小瓶酒市场会有反应吗？有人正在帮我们积累火药，不出意外的话，明天这些火药就会炸响整个原理县的天。明明是一个卖酒的，却研究上了火药，而周静说的火药就是现打火机厂。自从那晚周静与魏大昌研究合作后，魏大昌第2天就把印有到花酒的广告包装给弄了出来，而且直接对经销商开放绿色通道，允许赊账拿货，更是给出了很多返利政策。甚至在第3天一早，一箱箱贴着小李白酒标签的打火机便被运送出厂，而这一整天市场却依然在沉默。直到第4天夜里，几个酒鬼正在谈论着外太空征服计划，准备烧一根助兴。我去买个打火机。当同伴点完后，却发现了打火机上的秘密。呵，这打火机有意思啊，有个李白在上头，小李白酒。凭此打火机购买小李白酒，可抵5毛现金。兄弟们，你们听过小李白酒？小李白酒没听过，要不换个口味，咱们去试试。成啊，今天这酒一股子酒精味，喝的喉咙干，我去买。这酒没有啊，小李白酒都没有，你还开什么杂货铺？趁早关门算了。这小李白酒到底是啥玩意儿？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今天都有20几个人来问了。而同样的事情在当天晚上，原理县发生了很多地方，并且市场开始因为这些打火机继续发酵，而酒厂这边却到了发工资的日子。刘凤先听到一点风声，便和侄子刘军到处煽风点火，说厂子明天发不出工资，并且组织了10几个人过来闹事，堵了张爱民的办公室。张爱民最后还是做出明天工资发不出来就打欠条或者去仓库里搬酒的承诺后，这些人才罢休。晚上周民国拿出了800块钱给周静，他已经从张爱民那里听说周静承包酒厂的事了，并且知道厂里情况很差。这里有800多块钱，今年没债了，交了公粮后还剩下不少，本想留着给你去学个技术的，但你既然已经承包了工厂，这钱我没必要留着了。
你拿去工厂周转吧。张爱民跟我讲了，说厂里情况很差。爸，这钱我用不着，你拿着给小山去找下学校吧，看明年能不能进学校读书，花多少钱都行，只要学校愿意收，少的我会补上。周民国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无奈两个孩子都辍学在家，心中满是愧疚。爸没用，爸对不住你们。爸，你别这么想，我们几个从来没有这么想过。那小静，工厂的麻烦你怎么解决？明天早上就可以解决，或许今天晚上就有改变，不出意外，我们这个年还可以过得很好，你别操心。晚饭后，周民国还是不放心，他不知道一个工厂需要发多少工资给别人，但他知道这800块钱也能发几个人的工资了。周民国最终还是来到了酒厂门口，只不过他刚到就被工厂眼前的景象给震得目瞪口呆。大门口最少有上百人正推着3轮车在排队，一车车酒从厂里运了出来，每个人脸上都非常的着急，各种抱怨着。张爱民和刘文庆一人拿着一个喇叭，请大家排好队，不要拥挤，不要抢，既怀孕了，本厂概不负责。酒厂里的库存很足，都有份，我们会按照计划给货，尽可能的让大家都拿到。另外，请大家准备好现金，工程出货概不赊账。一件92瓶，出厂价是24，一共近900件，仅仅一个晚上就被哄抢一空，并且回笼了2万多的现金。次日一早，职工们望着已经被搬空的仓库都傻眼了。刘凤仙又开始搞事情，怪长子了，张爱民这是已经跑路了呀！天杀的资本家，不把老百姓的死活当回事啊！我们该怎么办啊？张爱民，老子跟了你几十年，竟然干出了这么猪狗不如的勾当，必须要给老子一个交代。张爱民忙活了一晚上都没怎么休息，一听门口工人们骂骂咧咧的，气不打一处来。吵什么吵？大早上的不怕被人看笑话吗？刘凤仙虽然喜欢在背后碎嘴，但在张爱民面前不敢出头。看到张爱民开口后，马上躲在人群中不说话了。老张，我们跟了你几十年，相信你的人品，可你干了啥破事？一声不响把仓库里的酒给搬走了，你让我们怎么生活？张爱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望了一眼躲在别人背后的刘凤仙。自我张爱民进了厂子，做了厂长，什么时候欠过你们工资？那些酒昨天晚上已经全卖了。既然你们来了也好，那就早点把工资发了，早点给老子去厂里干活去，后边还有上千的订单在等着生产。所有人听到全卖了都愣了。刘凤仙第一个反应过来，赶紧悄咪咪的挤到了前面。这发钱的事情，我能不排第一吗？挤什么挤你，到后面排队去。就是来的时候就你笑得最欢，过来吵架的时候你没声音了，现在确定有钱发了，又想偷偷摸摸的洗鞋面，能不能要点脸？你们！刘凤仙气得要吐血，但看引起了众目，只能硬生生的退了回去，屁话不敢出。昨夜只是一个开端，今天才是小李白酒开始口碑发酵的时候。当人们发现拿着打火机真可以现场抵5毛钱的时候，小李白酒在原理县城里彻底炸开了。小卖部店主们账比谁都算得都清楚，这压根就是拿到货就是赚钱的节奏啊！电话占线打不进，店主们只能早早在工厂门口排队，一上班就不停有人拿着打火机过来买酒。一天下来，工厂门口已经人山人海，极度混乱。周静让刘文庆写了很多号子发了下去，凭号拿货，谁也别抢。就这样，工厂里每出来一件成品，根本不用进仓库，直接从包装部拉到厂门口上车。周静知道酒火了，而他却很平淡，距离他的目标还很远。此刻，他脑海里正筹划着下一步的扩张计划。春节马上就来了，这种现象只会越来越火爆。他要用最快的速度去抢占市场，但扩张就需要先清理内部。随后，在工厂即将下班之际，周静让刘文庆开了个员工大会。第一，工厂从今天开始分3班24小时生产。第二，接下来会开除一批人，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第三，一时间人心惶惶。